新手必看，9种多肉植物，养一盆活一盆，养一盆红一盆，还超级爱爆崽。你有没有过买回来的多肉养着养着就死了？你有没有费尽心机养多肉也养不活的情况？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养功不行，把多肉养死了？多肉养死了，有时候不是你的错，有时候花友们不要怀疑自己，可能是你挑选的肉本身就比较娇气，不好养活。偷偷告诉你，有一些多肉植物真的是超级好养，而且超级漂亮，超级好看。最主要比较便宜，还特别容易繁殖，掐个枝叶就能养活。大家好，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，花花干啥啥不行，养多肉第2名。今天给花友们介绍9种口碑较好的多肉，非常好养护，一簇侧芽群生。1. 橙梦露。橙梦露属于小中型的石莲品种，叶形莲花座非常漂亮，是肉友圈口碑较好的多肉，养护难度不大，较易上色，非常喜欢它橙红色和粉嫩的状态。橙梦露在春秋是生长期，给它全日照，这样它的叶片包裹得紧密，肥厚饱满，看起来胖嘟嘟的很美。它度夏不难，但是夏天高温达35度以上，它会慢慢进入休眠，提前遮阳，保持较凉爽的环境。橙梦露有一定的抗寒力，冬天寒冷0度左右的温度没问题，需要给它断水，在盆土干燥下越冬。此时橙梦露最好看的样子，大温差和充足光照下，叶片呈现粉红色的美。养护橙梦露注意一点，不要把它叶面上的白霜碰掉了，那层白绿色的粉末掉了很难再生，也会影响颜值。2. 红手指。多肉红手指，叶片圆滚滚的像手指头，出状态后粉红肥美，非常有感染力，赢得了肉友们的好口碑。别看它的叶片很肥圆，用高科土控养，即使放到封闭阳台内，只要有阳光晒到，特别是冷凉季节，红手指很容易上色变红。日常养红手指可以用颗粒土占 60%， 因为它的叶片肥厚，含水量高，耐旱力强，控养下的红手指矮壮，叶子肥嘟嘟的，耐看。它能耐35度的高温和0度的低温，较喜光的多肉，天冷晒一晒，叶片很红艳。3. 冬美人。冬美人耐晒又耐寒，出状态粉嫩又美，在多肉圈属于口碑很好养的多肉。夏季35度的高温依然可以露养，超过这个温度遮阳，减少浇水，保持较阴凉的环境。在春秋季节尽量全日照，水肥充足一点，可以满足它快速生长需要的养分和光照，使株形紧凑，叶片饱满。天越冷，冬美人越美丽，有网友反映说，冬美人能耐零下3度的低温，在昼夜温差较大和光照充足的条件下，冬美人不仅变得粉嫩，还会出现漂亮的糖心色，非常漂亮。4. 紫珍珠。多肉紫珍珠和紫乐有一拼，两者都是以粉紫色为美，但是紫珍珠在光照欠缺和浇水多时容易徒长，这一点并不影响肉友们对它的好评，它生长快速，很轻易养出老桩。口碑较好的紫珍珠，好养易出状态，只要光照足够，一年4季都带有粉紫色。在盆土烧干下，它能耐35度的高温和0度的低温，不过夏季温度35度以上时，需要给紫珍珠进行遮阴断水，创造凉爽通风的环境。冬季温度低于5度断水，注意保暖养护，以免冻伤。5. 紫乐。我觉得紫乐比紫珍珠美，它的叶片比紫珍珠肥厚饱满，紫乐长得快，还爱爆侧芽，是口碑较好养、好看的多肉。而且紫乐在光照充足下，全年呈现粉紫色，甚至冬天能晒出糖心色，超级漂亮。紫乐在温度不高于35度和低于0度时，完全可以露养，有利于紫乐株形紧凑肥美。但是在夏季高温时要适当遮阴，避免晒伤叶片，影响美观。冬季寒冷温度低，需要移到室内向阳处养殖。6. 紫米粒。紫米粒也是口碑很好的多肉，繁殖力强又易群生，叶片掉捺长捺，小小的叶片很饱满，在长期的光照环境下呈现紫红色，远远看去晶莹剔透，就像紫色的钻石一样美。紫米粒用疏松透气透水的土质养护，可以粗放管理，春秋天可以靠天吃饭没问题。紫米粒较喜光，光照越充足，其叶色越泛紫红，特别是大温度下，紫红色的叶片更鲜艳，就如紫色的米饭，
所以紫米粒又叫紫米饭。7. 女雏。女雏外观很美，就算不出状态我也喜欢，它纤细饱满的叶片呈现淡绿色，如果在光照充足和大温差时，女雏的叶尖会变成鲜丽的粉红色或橙粉色，非常漂亮。别看女雏株型小巧，但是它非常好养，春秋季全日照，每周浇一次透水，它底部的茎干很容易爆侧芽，以后可以养成壮观群生老桩，很完美。到了夏季高温时，给女雏稍微遮阳，节制浇水，此时它进入休眠期，需水量少。进入冬季寒冷时，如果温度在5度以上，女雏会正常生长，可以在中午给水，低于5度逐渐断水，保持温度在0度以上。8. 鸡笼月。鸡笼月是人人夸赞最多的肉，在光照充足下常年有色彩，夏季35度高温和冬季0度低温都不怕。拥有高颜值，好养护一群生爆盆，口碑非常好。我朋友说他的鸡笼月夏季38度高温没遮阳，在盆土干燥下没晒伤，这是长期露养变得较皮实。我的鸡笼月也只有春秋季节露养使劲晒，没有露养条件，但是在生长期鸡笼月长得好快，把下部的叶片撸掉，很容易变木质化，形成老桩。冬季的鸡笼月颜值高于其他季节，在大温差和光照充足的环境里，叶片呈现红褐色。9. 晚霞。多肉晚霞长得慢，它的腿粗叶大，适应能力强，属于泼辣又美的多肉，粉红色的颜值很仙气，拥有较好的口碑。晚霞个头大，用大盆养，营养土和颗粒土1比1配置，这样养分充足，有利于晚霞生长。要是成株晚霞，想控型养把颗粒土提高到 60% 以上。晚霞比其他小多肉耐旱又晒，只要保持充足的阳光，晚霞的叶片全年都呈现粉红色状态，又鲜又美。在夏季长期高于35度温度时稍微遮阳，温度低于0度时保暖。上面介绍了9种推荐花友们购买的多肉，我们买多肉的时候，有一些则是千万不能买的，不但浪费钱，花再多精力也养不好，还被别人说你是冤大头。1. 颜色太鲜艳的多肉。很多花友买多肉都喜欢买状态好的，颜色鲜艳，总以为这样的就是出状态的多肉。但是也有一些颜色鲜艳的却是要紧多肉，这种多肉最大的特点就是色彩绚丽。它们的叶片间没有区别，全部统一呈现出白粉色、粉色，而且颜色均匀，和正常的多肉有很大的反差。这种多肉都是通过激素养出来的，它们的弱点是抵抗能力很差，买回家后就容易出现落叶、叶子腐烂，严重的还会掉成光杆，甚至是烂根枯萎死亡。2. 叶片太亮的多肉。还有很多花友买多肉都喜欢买叶片又绿又亮的，看上去就精神，就比如金枝玉叶、玉树等。看到这样的多肉，总让人觉得生长得特别旺盛，给人郁郁葱葱的感觉。有些不良商家也是抓住人们的这种心理，给叶片偷偷的喷补光剂。这种补光剂是人工合成的涂料，就好比绿色的漆一样，主要的成分是鸡硅和石蜡。多肉的叶片喷过以后，就会附着在叶子表面，导致叶子透气性、透水性不好，也不能进行光合作用。买回家去养几天，叶子就会花花掉，如果没有新叶子长出来，就容易出现收空盆的情况。所以买玉树或者金枝玉叶的时候，需要仔细分辨叶片，看是否和正常的叶片一样，千万不要买到使用补光剂的多肉。3. 用过荧光剂的多肉。还有在花市上总能看到一些漂亮的多肉，它们色彩鲜艳绚丽，而且叶片闪闪发光，让人看了眼就离不开。可这种会发光的多肉坚决不要买，因为这是一些不良商家为了吸引顾客而在多肉上喷的荧光剂，让它们变得十分的亮眼，吸引人的眼球。就是因为这些荧光粉会让多肉不能进行光合作用，阻挡多肉叶片的呼吸，导致多肉叶片不能正常的生长。买回家以后养一段时间，就会出现黄叶枯萎的情况，用不了多少天就会直接收空盆，根本养不活。总结，以上就是花花介绍的关于购买多肉的内容，花友们还知道哪些好养活的多肉呢？欢迎评论区交流分享。以上就是本期的内容，觉得对你有所帮助的，请点赞、关注并多多转发。
感谢观看，感谢粉丝一直以来的喜欢和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